听力本师释迦牟尼佛，听力文殊智慧永寿，听力传承档案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所自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学习这个善说海前面讲了这个2品啊，就是第1品呢已经讲了菩提心的利益啊，菩提心的利益。第2品呢就讲了这个忏悔品。实际上这个忏悔品当中呢已经讲了供养啊、顶礼啊、这个皈依啊等等，就是忏悔，就是用4个方面。那么为什么叫这个忏悔者呢？大家应该清楚，因为这一品当中主要讲的是这个忏悔主要讲的是忏悔。虽然讲了其他的志，但是主要讲的是忏悔，所以呢就是叫做是忏悔志第2品呢我们已经学习完了。那么我们现在学习的呢就是说这个菩提心的这个受持法。那么受持菩提心的话，前面有个加行，这个加行呢包括这个皈依的话，就应该是有这个8支供就是前面呢也叫做是7支供就是那么前面前面7支供当中已经讲了就是4个支就其中呢我们今天就是讲的是这个随喜支，也就是说这一品呢主要宣讲是受持菩提心。受持菩提心呢，大家也应该清楚，我们前面的加行讲完了以后，进行受持真正的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那这里这个随喜呢，在前面的一些论点当中也给大家宣说过。所谓的随喜呢，也就是说无有任何嫉妒心别人所做的一切善根发自内心的一种欢喜心就是一种欢喜心，这叫做是这个随喜心。那么别人呢所做的这种善为呢所做的这种行为呢，就是一定要这个升起一种欢喜心就这是根据俱舍论的有些道理来解释的话，所谓的随喜呢也应该这样来这个理解。那么随喜呢实际上我们在大乘这个论点当中是相当的重要。比如说学习相关状论的时候呢，讲到第2品的时候就讲到第2品的时候呢有这个3种这个修道就是修道里面讲的是深解修道回向修道、随喜修道那么分别为首先为升起的善根呢就是升起，就这叫做是这个心解修道。然后升起的善根呢就是不释怀，就是这叫做是回向修道。那么不释怀的这种善根呢越来越增上就这叫做是这个随喜修道。所以这个修道呢一般来讲这种善根是从资粮到达这个实地末尾之间都居住的。因此我们学习这个相关状论的时候呢，也会遇到作为菩萨的这个善行作为菩萨的这种善行呢，不能离开这个随喜的不能离开随喜的。所以这个随喜呢在大乘佛教当中呢一直宣讲有无比的功德。以前强美仁波切就是强美仁波切在极乐原文当中也是这样讲的：如果我们听到别人行持善法的时候呢，心里没有这个嫉妒的恶心，而且呢诚心诚意的对他的善根就是进行随喜进行随喜的话呢，那么佛陀告诉我们这个人已经获得了同等的善根就同等的善根。所以这个随喜的功德呢，的确是相当大的。有关佛经里面的公案，以前也在给大家讲过吧，就是波斯匿王迎请这个佛陀迎供，当时所得的这个功德呢，就是有一位这个评语就是他呢就是随喜这个波斯匿王往昔的造这个善根，那么基层当中的供养佛陀的这些善根，他就随喜这样以后呢，最后佛陀也告诉他，你今天就是所引起的这个功德呢，就是就不如这个评语的功德，也就是说评语的功德远远超过你的这个功德，因此善根呢就是回向于他的一些公案，我们以前也是学过的。因此
呢，大家应该从这个实际行动当中来讲，水洗山根呢，并不是很这个容易的。有时候看呢，就是这并不是特别困难的，但有时候看呢，在实际操作上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我们自己呢，经常遇到别人这个行持善法，别人获得快乐，就种种一些善举这个发现的时候呢，你从这个发自内心没有嫉妒心，没有嗔恨心，没有懊悔心，对他进行学习，当然是有一定的这个困难。所以我们呢，学习了这部论点智和以后看见什么样的这个善法，看见什么样的这个功德的时候呢，应该改变自己的这种心态，能不能就是对他人呢，就是升起一个就无有嫉妒的善心这一点极为重要。那么今天所讲的这个随喜呢，分为这个时间的随喜和出时间的随喜就是两个方面来讲，或者说以其他的一些高深大的分法的话呢，那么这个随喜有分为就是下士道的随喜、中士道的随喜，还有这个上士道的随喜，就是也可以说上品、下品、上品、下品、中品、上品就是三种这个不同的这种随喜，这样也可以理解。那么首先我们所谓的世间的随喜呢，在宋词当中是这样讲的：行了二随喜，一切纵有情，习苦诸善行，得了诸福报。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作为一个就是大乘修行人来讲的话呢，从这个内心当中应该随喜一切众生呢，就是他这里所有的众生在这个恶趣当中，就是感受无量无比的就无量的这种痛苦，让他们呢在恶趣当中的这种痛苦尽量早日呢就是停止就是得以这个休息，这样的这个善举，以及呢，就是让这些众生获得这个快乐的果位，就是获得人天福报的这个果位。这两点呢，我们进行学习。实际上，今天我们所讲的内容呢，都有一个因方面的学习和果方面的学习。首先，时间的这个因方面的学习呢，我们也清楚，我们在这个事件当中呢，有些人就是害怕堕入恶趣然后呢，就是从恶趣当中获得解脱的唯一办法，正在寻找什么样呢？行此四种善法，四禅定四无色界等等，他在这个行此四善就是行此四善，比如说就是戒杀放生或者不说妄语不邪淫等等就是做这些善业，做这些善业呢，实际上是不会堕入恶趣的一种方便方法。我们看见任何一个人行此这样的善法的时候呢，就是从内心当中应该进行学习就进行学习。或者呢，说是别人以前已经造了这种十三业，造了这个四禅或者是四无色以及四无量等等，就是这些这个善法，造了这些十种善法以后的话呢，那么寄生当中呢，就是他就不会堕入这个恶趣当中，地狱恶鬼旁生当中不会要么获得了人身，要么获得了这种这个天界修罗，就这样的果位。那么我们看见别人已经享受这个人天福报的时候呢，就是对他进行这个随喜就这一点呢，我们这里的所谓的这个世间随喜世间随喜呢，我们平常也是经常就是遇到今天看见就是某某人已经这个发财了，某某人呢已经这个获得了就是地位了，某某人呢就今天呢就是已经赚钱了等等等，就是看见一些别人呢真的获得了世间的一些福报，在这个时候呢，我内心当中没有这个嫉妒心，而对他这个随喜，这就是世间的这个随喜。所以我们平时呢世间当中也是可能有一些这个求福报的人求福报的话呢，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他们通过他的这个通过一些就是积累资粮以后呢，有些人呢发愿就是将来获得了这个富裕的人，有些人将来获得这个四大天王的果位、梵天、第十天的果位那么这样发愿的时候，我们看见别人在造这种善业，就是这是这个对应随喜。如果有些人呢真正获得了这些这个地位或者是
是过为的话呢，那么我们对他进行应该这个各方面的这个税系啊。平时我们遇到有些人呢，就是做那个高级的一些这个豪华轿车啊，或者说有些人呢，就是他就买了一些新的房子啊，就搬到里面去的时候呢，首先应该就是进行税系，就是并不是。口头上是这个税系，心里面呢马上想到，哎，他的车很好啊，就是我有这么样的很好啊，或者他的房子多么好啊，就是我有这个多好啊。首先，我们凡夫人是有一种毛病啊，就是看见别人获得了一种这个福报的时候呢，应该自己心里面就是产生一种就是自己获得的这种这个感觉，这就是非常不好的啊。就是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就是大的这种老板呢，就是他说是他一年当中赚1亿多，就是后来我心里面想是，哎，我们学院就是建立了，给我投资1000万多好啊。然后我心里就是马上念头转过来了，就是虽然我这个发型呢，并不是我自己什么我吃饭呐，我自己赚那么低。这个的确是没有的，但毕竟是我所。后来呢，我这个念头呢，就是立即就是转过去，这是非常不好的，就是应该随喜别人的这个功德。那么随喜的时候是什么样呢？就是说，别人应该就是多得到，就是或者是更多的就是获得的多么好啊！以前我们学院当中有一位法师啊，他始终是听到别人就是什么这个有财产呐，或者是看见别人就是富裕啊，看见别人有一些身体健康，在这个时候口口声声都说多好啊多好，随喜，从表情上也可以看得出来，并不是口头上的这个随喜。实际上这个随喜呢，应该是有身口意3个方面的这个随喜。那么身体的话呢，就是从表情上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或者说这个就是眼泪直流啊，或者是汗毛竖立啊，或者呢就是说就是他的整个身体呢，就是有不同的一些表情，这就是身体上的这个随喜。有些人呢，并不是这样，我随喜你给上师发心呢，随喜你。那么不是这样的，就是从那个身体上呢，就是也有一个怎么说就是这个表情，然后从这个语言上的话呢，就是真的是要这个有一些话语来赞美他就是一定要你这样做的话是功德无量你是真是了不起等等，就是有这些。然后从心里面呢没有任何杂染，就是非常纯洁的这个心呢进行这个生起欢喜心，这就是所谓的这个学习。所以我们学习呢，应该有身口意3个方面来这个居住就有些呢身体居住，有些呢就是语言居住，有些心居住，就是有可能这种情况的。因此我们平时呢在就是学习的时候呢，就是看看真的能不能这个学习，尤其是实践当中呢，我们也是经常看到一些实践的一些福报就是做一些实践的这个福德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发自内心的，就是不。怎么说不掺杂自私自利的任何心，我和我所的任何心呢，就是不掺杂在里面，完全是出于一种随喜的心态来，就是升起这种善的分别量。就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在座的有些人呢，就是在平时不管是你到哪里去的时候也好，住在这个寺院当中，或者是在外面就是搞任何事情的时候，只要听到别人就是有一个好的这种名誉呢，有一种好的这种这个快乐，就是获得快乐的时候，你内心当中马上升起了这样的一种随喜，这就是我们对实践的这种随喜就是应该就是叫做是这个实践的随喜。那么反过来说，有些时候呢，我们对这个别人就是造了一些这个恶意就心里面不应该有这个随喜的这种心。如果升起了这样的随喜心的话呢，那么我们呢也同样的这个获得了这种果实就是前一段时间有些人呢说，这个日本呢就是这个发生地震多好就是以前对我们中国如何不好或者有些人呢说是阿富汗就是出现这样的这个灾难是多么好就是包括有些佛教徒也是在信里面或者是课里面这样这个说，就是这样是作为一个大乘佛教徒来讲是不合理的。如果别人就是杀害了别人，然后自己呢就是心里面也是
就是有种的岁系的话呢，就是自己也有这个杀生的，就是相当一部分的这个过失，所以呢，我们应该这个岁系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对善法一切善法呢，应该是个岁系的，然后对一切恶法呢，就是不能这个岁系。如果岁系的话，自己照样获得了一些这个过失就是过失，而且这个岁系的对境呢很有差别的。有时候呢我们比如说对这个佛和菩萨的善根呢就进行随喜的话呢，那么自己呢就是获得了就是相当一部分，就是不能说全部。因为我们对上等者呢随喜的话呢，就是获得了一部分；对中等者诚心随喜的话呢，那么获得了同等的功德；对下等者呢随喜的话呢，就是获得了超越他的一种功德。以前上师如意宝也是讲过，我们对这个观世音菩萨、对这个文殊菩萨的善根进行随喜的话呢，能不能就是我们凡夫人能不能得到是真正像文殊菩萨和观世音菩萨那样的这个功德呢？就是这是不可能得到的，因为我毕竟是凡夫人，凡夫人一随喜这个文殊菩萨的善根的话呢，那文殊菩萨一刹那间当中也是度化众生的这种善根，是作为我一个凡夫人恐怕是就不能得到的。但是与我相等的一个人在做善事的时候，我对他进行随喜呢，应该就是我得到这个同等的，或者我对我这个下等的，比如说我发了菩提心的，然后下面的这个人呢，就是为了就是世间八法而造的一些善根，他就修了佛塔，或者是做了一些善事，让我对他进行这个随喜的话呢，那么我就超越他的，因为我是用菩提心来摄持的，所以超越他的善根也能获得的。因此我们前面呢就是为什么是那个贫富呢已经获得了这个波斯尼王，就超越波斯尼王的这个功德呢，就是原因也在这方面。所以有些人呢也在这样讲，我作为一个凡夫人，我天天的是随喜释迦牟尼佛就可以了，所以我的善根跟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功德呢就是一模一样的。但这也是不一定的。那有些人这个随喜呢，就是在随喜的问题上是也争论也比较大的。听说我们这个去年还是前年呢，就是在那个大黄花坛城有个老太太呢，就是天天的一直在转那个坛城转坛城。然后有一个年轻的居士呢，就是问他你转了多少，就是转了多少。他说我不告诉你，如果告诉你的话呢，你会随喜我的；如果你随喜的话呢，我的功德全部都没了。所以这也不一定，有时候呢，这个他的功德呢，也并不是别人一随喜就马上抢做了，就是也可能不会这样的，但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这个随喜功德的时候呢，应该这个分析，有些人呢，说我什么方式呢，做什么事情，我们在深圳的时候呢，有一些居士也是提出这个问题，我这个方式呢，就是每天随喜都可以，1分钱都不出也可以，我这样随喜的话呢，别人放100多万也是我获得同等的这个功德。但实际上也并不是这样的意思。如果你这个什么基本的一些行为或者基本什么事情都没有做的是光随喜的话呢，你随喜有没有这种能力也不知道。就是比如说你真正让你自己做的话，所谓的随喜呢，自己心里是非常纯洁的，没有任何烦恼的。那么这种这个随喜呢，有没有这种能力也不好说的。就因此呢，所谓的这个随喜获得同等功德呢，也有一些这个界限的。而且自己亲自造一些善业的时候呢，当然这个功德呢，应该是这个超越一切的。所以有时候呢，佛陀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同等的功德方面呢，应该有需要值得这个剖析的，就是在哪些情况下呢，就是获得同等的功德；在哪些情况下呢，就是获得这个超越就是对境的一些功德；在哪些情况下呢，就是只得了一部分的功德。所以呢，佛告诉我们，说是这个随喜也得同等的功德。就这些问题上，我觉得大家应该就需要分析。那么刚才，这是我们对世间的这个善法呢，就是做随喜的功德。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做这个出世间的善法。出世间的善法呢，2个方面，就是一个是中世道的这个善根的随喜和还有这个上世道，或者说我们前面的这个善根呢，就是叫做是随福德分的善根。那么后面呢，就是随解脱分。随解脱分呢，也是
自己获得解脱分的这种善根，就是身为阿罗汉的善根，然后这个获得菩萨的这种这个善根，就是分2个方面也可以讲。第二个是这样讲的：随喜积善行，必为菩提因；随喜纵有情，实脱轮回苦。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要这个随喜，就是随喜的对境呢，就是包括有因和果2个方面的。那么首先是这个随喜因，也就是说呢，我们欣然的这个随喜啊，在实践当中是造这个获得阿罗汉果位的善法，获得圆觉果位的这些善法呢，我们一一的随喜的话，那么这个叫做是因随喜。然后我们如果随喜在实践当中获得了圆觉的果位，获得了阿罗汉的果位，从果位方面来这个随喜的话呢，那么就是这个叫做是过随喜啊，就过随喜。所以当然这个随喜呢，应该清楚，作为声闻心人的话在整个轮回。就看着是这个火炕一样的。首先呢，对整个轮回有着强烈的这个出离心。有了出离心以后呢，自己要守持别解脱的清净戒律啊，就戒律。然后呢，就是抉择这个人我的见解。如果是圆觉的话，那在这个上面也是有一些法无我的这个部分。然后自己进行这个修持就是修持这个四谛然后修持呢就是12缘起就是等等等。最后呢，就是获得了这个自己的这种果位。但是我们在行持三法的过程当中呢，如果别人修持12缘起、抉择四谛或者说是修持这个清净的别解脱戒律的时候呢，我们把它当做自己的对境，对它升起极大的欢喜心的话呢，这就是也就是说中师道的这个对应的这个随喜就是对应法的这个随喜。如果我们实践当中呢，就是看见一些有些人获得了阿罗汉果位，有些人这个获得了圆觉的果位，就像佛陀时代的时候呢，有关公案当中也是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有时候呢就是很多的这个获得眷属马上获得阿罗汉的果位，马上获得阿罗汉的果位这种现象是非常多的。那么我们把它当作为这个对境这个比如说佛陀的眷属，就是某某已经今天获得了这个依赖果无赖果不赖果阿罗汉果位那非常高兴就是多么随喜心里这样产生的话呢，这是对这个果法方面的这个随喜就果法方面的随喜。所以不管是怎么样呢，我们在这个事件当中呢，现在也是这样的。虽然真正的一些，因为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果法期呢，就是已经这个过了这样以后呢，真正这个获得阿罗汉果位获得圆觉果位的话，那现在并不是很常见的。但是呢，现在在这个时间当中也是新持获得这个自我解脱的这样的这种这个新人呢，就非常多的。不管是修密法、修现宗自己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的这样的修行人呢，也是相当多的。新持这样的法门的人也是相当多。我们把它当作是对境，就对它升起这个欢喜心的话呢，这就是这个中师道的这个因和果的这个随喜心。所以呢，我们平时就包括看见一些那个像斯里兰卡或者说一些这泰国等等，就是一切小乘行人呢，他们也是托钵化缘、行持受持别解脱戒等等，他们的这样的这个非常庄严的一些威仪那个时候呢，我们从内心当中应该升起这个欢喜心，或者说一些我们这个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当中很多的一些这个出家人居士国务布施或者是数八关斋戒数这个比丘、比丘尼戒等等，这些都是获得了这种这个小乘果位的一种行为，所以我们对他的这个这种功德呢，就是进行随喜，就是进行随喜。所以这一点呢平时也是就很重要，就是看见就是别人做善事的时候呢，自己内心当中就是升起欢喜心就不仅是就是受持这个别解脱戒就是别人呢真的是心持帮助这个别人贫困的众生或者是为上师做事情为众生呢就是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呢，就是发自内心的就对他一定要这个升起欢喜心。可是现在很多人呢也并不是这样的，比如说2个人对上师这个做事情，然后互相呢就不高兴就开始那你来做吧，那我来做吧
就互相呢就是说的时候呢就是随喜，结果这个随喜呢真的过了一段时间的时候，它的谜语才能解开，就是原来并不是真正的随喜。我前一段时间遇到了一些那个人呢，就是上次你老人家身边有别人就这样做的话呢，我非常随喜，非常随喜。我当时真的以为是他这个随喜的。后来呢，过了一段时间的时候呢，好多这个新闻啊，好多摩擦呢，就开始发现了，就是后来呢，原来的这个是不疗愈的了，就是不是真正的随喜啊，就是有这种发现。所以有时候呢，我们真的这个随喜的话呢，如果心里面实在是不能说随喜的话呢，我觉得是口头上也不要说好话，不然也欺骗很多人呢，就欺骗很多人就没有必要的。因此，真正就是为上师做也好，为三宝做事情呢，就随喜的时候呢，就是从内心当中应该这个随喜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们现在真正的看到一些什么阿罗汉呐，或者是看到一些这个独觉的果位呢，就是如今在这个时代当中有没有也是不是特别的清楚。不过以前那个。显化上人显化上人他宣讲妙法莲华经这个随喜品就是随喜功德品的时候呢，也讲了一个公案，就是说是有一个阿罗汉，就是从印度就是到这个汉地，在路上呢，就是看见两位童子在这个虚空当中现世身边，就是飞来的时候呢，就是他当时这位阿罗汉也是现世身边，就是让他在这个虚空当中定住，就是不能主动，就是然后呢就是问他们就是到哪里去，问他们到哪里去的时候呢，他说中国呢就是有那个就是华严就是菩萨，就是华严菩萨，我们呢就是准备就是取出他的这个牙齿，就是到这个印度去，在文殊讲堂里面就是供养，所以准备去这个华严菩萨的这种这个牙齿。后来呢就是他说完了以后呢，就是他就把它放了以后，那个阿罗汉呢，就是到了这个长安，就是当时那个中国首都应该是在这个长安。然后当时那个阿罗汉呢，告诉那个国王，国王的这个国师呢，就是青年国师，就是青年国师呢，就是已经圆寂，就是原来也是有关记载当中也是这样讲的，就是青年国师有40颗牙齿，然后后来就是当时他的这个就是那个棺材里面的，就是一看呢，就是有2个牙齿都没有了，就是说明后来呢，就人们都称他为是什么就是这个华严菩萨的这个化身就是青年国师呢，华严菩萨的这个化身，就是也有这种说法。从这个公案角度来看的话呢，当时就是在青年国师的那一个时代呢，就是离现在也不是很远的。那么就是在那个时候呢，就是也有出现这个阿罗汉的，我看大概是在10年前吧。10年前是新加坡有一位法师，他也说是他已经获得了无赖果位，就是，他一直这样认为的，但可能也是，就是不知道真正还是假的，也不太清楚。不管怎么样呢，就是我们看见就是别人这个获得阿罗汉果位，或者说是别人呢行持这样的这个善法的时候呢，一定要从内心当中这个随喜就是随喜。那么这里也已经讲了，就是刚才这个彼为菩提因呢，就是菩提是指的是这个身为缘觉都称为叫做这个菩提就是菩提。那么菩提的因呢，我刚才也讲了，行持这个13法或者说是这个缘起修缘起这些善根全部是行持菩提的因。我们要随喜的话，这叫做是因这个随喜。然后呢，如果我们随喜呢，就是远离了整个轮回，获得了身为缘觉的果位的话，这就是过随喜就过随喜。因此，这就是所谓的中士道的这个随喜就中士道的随喜。那么下面呢，就是讲这个上士道的随喜佛菩萨，佛子地诸国业福乐随喜，能于有情乐发心复善害，记住饶益心。就是他这里呢，也是这个对大乘菩萨的善根进行随喜。当然，大乘菩萨呢，就是包括这个佛陀的这种无量无边的功德菩萨的这个从一地到十地之间呢。就无量无边的这些功德呢，全部是从过方面的这个功德。那么这些果位呢，我们也应该就是一心一意的随喜。比如说在这个时间当中呢，就是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药师佛等等，就是无量无边的佛陀也是这个出现。他们每一个佛陀呢，也具有这个不可思议的功德。就所以我们对这些佛陀的功德善根呢，就是
进行随喜。然后实践当中呢，从一地到十地菩萨，就是像文殊菩萨、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等等，就是有无量无边的菩萨。那么这些菩萨的每一个刹那当中啊，就是每一刹那当中利益众生的这个行为也是无量无边，他自己的功德也是无法言说的。所以这些呢，我们也应该值得这个随喜，就是这是从果方面来这个随喜的。然后从因方面呢，我们也应该没有任何这个嫉妒心啊，就是心与随喜，发心什么呢？就是与所有的世间的众生呢，就是带来这个快乐的，如大海一样的这种菩提心啊，就是这是从这个内心方面来讲的。然后呢，就是对所有的众生呢，就是不但是对他们就是帮助的这种发心，而且呢，实际行动当中就是心持六度世事的这种六度完心。那么这是这个行为方面讲的，所以这是从因的角度来随喜。因的角度来学习，因此我们在这个事件当中呢，就是获得了佛菩萨的果位呢，就是有这个无数的这种这个大德或者是这个圣者，那么这个内心当中也经常这样这个学习就我们有时候呢，应该自己不管念诵啊，或者是修什么法呢，在实践当中是有无数的这种诸佛菩萨，我们对他的这个果位的这种善举呢，也这个升级极大的这个学习。然后有一些呢，虽然没有获得了这个菩萨的果位，但是呢，他正在这个发菩提心就升起了这种真实无为的这个菩提心那么产生了这样的心以后，在他的实际行为当中呢，也一定会是帮助众生、饶益众生。那么他的心和行为呢，我们也应该这个值得随喜。所以佛陀呢，在这个佛经当中也是已经讲了。最开始的时候发菩提心的这个善根呢，是无法这个衡量的。所以佛陀呢，就是在这个戒集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说是这个3000须弥可称量，随喜善根，就是不可称吧，就是不可量，就是意思就是说呢，整个3000大千世界的当中的这个须弥山呢，就是变成极小的微尘就我们可以一个一个的，就是称量，一个一个的可以衡量的。但是发了这个菩提心发了这个随喜的这种善根呢，就是人和人也是没有这个办法衡量的。因此有时候呢，真正的就是不可思议的这个功德呢，就是唯一的大乘随喜呢，就是才有的。所以我们表面上看呢，就是随喜呢，就是对这个别人的随福德分的善根随喜呢，也是一种功德；随解脱分的一种声闻缘觉的善根进行随喜的话呢，也是一种功德。然后对菩萨的因和果随喜呢，也是一种善根。但是这个善根当中呢，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个随喜的对境呢，就是当着这个诸佛菩萨，或者说诸佛菩萨的这个发心和行为，这个作为对境而随喜呢，那这个他的功德的确是无法这个衡量的。一关这个随喜的一些功德的话呢，比如说《华严经》当中呢，以这个微尘来这个比喻，就是也宣讲了特别多。《法华经》当中呢。主要宣讲这个随喜听闻《法华经》的一些功德就是专门有一个随喜功德品，这当中呢也已经讲的就是比较多的。我们普贤行愿品当中也是已经讲了这个十方所有一切中而成有学即无学一切如来与菩萨所有功德皆随喜，就是大概也讲了就是我们以上所讲的所有的这种内容吧。意思就是说呢就是一切这个众生的这种善根呢，我们也要随喜的。然后世间的声闻缘觉的有学无学道的善根呢，也要这个随喜。世间的所有的佛和菩萨的善根呢，我们也要随喜。那么这些功德随喜呢，实际上随喜的这个内容呢，就是全部可以包括。因此我们口头上呢，谁都会说谁喜功德，谁喜功德，但实际上呢，我们这个随喜的对境是什么样的？那么当你这个升起随喜心的时候的那个心态呢，就是需要什么样的这个条件就这些呢，一定要分析。所谓的这个学习佛法呢，并不是说就光是从它的这个名称上说得来而已，就应该这个我觉得是有些人呢，就是真的没有这个好好的学习佛法，就是所谓的这个随喜也是到底
真的这个修不来啊，就是修不来，就真的看见一些别人呢，就是心之散发，或者是别人呢真的获得一些这个快乐的时候，心里面始终是有一种这个说不清楚的这种。我不高兴啊，就是这样不太好。就是别人就是靠的这个100分呐，就是那个时候呢，你应该这个随喜啊，多好啊。就是我得0分，就是别人呢，就是得100分的时候呢，就是应该这个高兴啊。或者是你作为一个同事的话呢，你原来是在一个单位当中出来的，结果别人呢就是赚了100多万，就是你呢。不但是不赚钱，反而呢就亏了很多。在那个时候呢，多么高兴啊！就别人再多赚一点，再多赚，千万不能想想别人赚的那么好啊，就是我多赚一点多好啊！别人再不要这个发财了，就是让我应该发财，三宝加持啊，保佑保佑。如果这样想的话呢，真的有时候这个睡习呢，很怎么说啊，就很不容易。前一段时间很多地方呢，也是请一些上师还有一些寺院开光啊等等，就是有一些做了很多的善事。我都有时候是观察自己的心态，有时候呢自己随喜的也很不错的。有些高僧大德呢，到了各个地方去，就是给很多的一些无名愚痴的众生呢，就是宣讲一些佛法，让他们呢就是懂得了取舍的道理，就是听到这种。这个善举之后呢，就是心里面真的升起了一种这个随喜之感，就是绝对是多么好啊，就是有这种感觉。那么有些上师的话呢，就是说是一些这个功德，但是到底能升起随喜还是升起邪见也不知道。就昨天他们说，在某某地方开了法会啊，就是请了一些什么什么了不起的上师啊，但是上师呢必须要交那个什么这个700块钱呢，500块钱呢，就是只有500块钱、700块钱的话呢，他可以给你就是宣讲大圆满，就是马上就是证悟。他的弟子也要交多少钱？别人呢就是叫我随喜，就是你看你一定要随喜，但我心里面一直是随喜的心，就是升不起来。就是我像是所谓的证悟呢，就是依靠钱来买的话呢，那我们这个现在时间的一些大富翁，就是应该很快就证悟了。就是在别人的书里面几百块钱是并不是很容易的，但对这个佛法是有利还是有害，有时候呢也是不好说的。就是包括我们这个学院当中的有个别的一些人呢，有些是睡法者，有些呢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就睡行者吧，就是睡行者。睡行者呢，别人就是听到什么这个是很了不起啊，这个是如何的话呢，就是根本来不及观察，就是就马上去医治啊，就马上去医治。有些人的话呢，通过自己的智慧的去观察，就是然后呢就觉得真正如理如法的话呢，就是才去医治的。所以有时候呢，也许是我的这种智慧，也就是浅薄，就是有这个原因啊，就是有这方面的关系。但别人的这种睡习啊，有时候呢，真的觉得是非常了不起，就是不可思议，就心里面升起这个欣然快乐，有时候呢，也有这个感觉。不管怎么样呢，我想是。无论是藏传佛教、汉传佛教，作为我们学习佛法的人呢，对佛法应该有负个责任。然后传授佛法的这些人呢，也不应该就是为自己的利养、为自己的这个名声。我看现在很多上师呢，该有的已经有了，就是不管是什么财产上面、名声上面，什么都拥有的已经有了，然后再对这个佛法一点都不负责任，就是做一些不如法的这个行为的话呢。今生没有报应的话呢，来世肯定有的。所以呢，应该无论是你是什么上师的这个化身啊，什么上师的代表的话呢，应该对因果负责任。就是这一点，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尤其是我们有些修行人的话呢，就看看对这个终身有没有意义的，对佛法有没有意义的，对自己有没有意义的。如果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的话呢，虽然人们呢，就是可能有部分的人就是赞叹你啊，就是随喜你啊，但实际上是有没有功德也不知道。如果没有功德，随喜他也没有什么用的。这个山沟里面的这个水啊，就是哗在响，就是我就随喜啊，这个水里面的水声那么大，就我随喜功德，但这个到底是功德还是过失，我也说不清楚。所以有时候呢，大家也应该值得观察自己的行为。好，下面我们已经讲完了这个随喜的功德，下面就是七支功当中呢，就是讲第6个问题吧，也就是说，这青转法轮，我与十方复合掌，
陈其勤，为苦或密种，燃两真法等。他这里已经讲了，就是我对十方所有的佛和菩萨面前合掌恭敬而其勤。其勤什么呢？我们在这个事件当中呢，就是有许许多多的可怜众生啊，他们呢，就是被这个无明烦恼的黑暗就是遮蔽着的，然后给业和这个这种这个业火啊，就是这个业力呢，业力的这种绳索呢，就是一直困缚着啊，就一直束缚着，一直堕在特别可怕的轮回的深渊当中，没有这个点亮，或者是没有这个引导这个真法的话呢，那么始终都是没有这个在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的机会啊，就是没有这个机会。所以我们在这个眼前呢，看见就是有无数无量的众生呢，就缺乏了这个真法，缺乏了善知识，缺乏了就是真正的这个转法轮的这些尊者。所以说呢，就是我们为了利益这些众生呢，在这个所有的十方诸佛菩萨面前呢，应该这个恭敬的祈请，就是让他们呢，就一定要这个转法轮。以前从历史上看，也是当时释迦牟尼佛成就一合，后来呢，就是他就不说法，就是在7749天当中不说法，而前往这个临终的时候，第10天和梵天。然后这个供养各种供品，而这个亲转法轮。后来呢，释迦牟尼佛就是在印度罗叶园就是转这个就是四谛法轮，开始就是转了这个84000法门啊，就是转了84000。从此之后呢，就在我们这个佛教历史上也是有一个不共的这个缘起。那么每一个善知识呢，就是他对就是各个弟子，就或者有些弟子呢升起厌烦心，或者有些这个上师的一生当中的事业呢圆满之后，就没有转法轮的时候，依靠一些具足因缘，就是具足善愿具足的一些弟子的请求呢，他也会这个转法轮的。因此呢，就是如果世间当中有佛陀就是没有转法轮面前呢，我们也就是祈请就是转法轮，就是这样功德相当大的。如果有些上师呢，就是没有这个转法轮呢，我们的话呢，一般来讲，不管是任何一个上师面前呢，就是如果有些上师就真的显得就是对众生升起厌烦心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请求转法轮还是非常有这个必要的。那么这是我们从实践的角度来讲也是这样的。任何一个老师就下面就是有些这个学生呢，就是没有任何兴趣就没有祈求他的话呢，他不一定要讲。因此我们佛法也是同样的道理。那么这个上师呢自己引一些法本你们过来，我今天给你们转无上的法轮这样的话，一方面好多下面的弟子对这个法不重视，就是没有他的这种珍贵性，就是没有他的珍贵性。如果上师呢，就是稍微有点就是客气或者是我不想转法轮我不给你们传在这个时候，好多弟子们呢，就在这个恭敬的祈请恭敬祈请以后呢，就是上师呢，就是也愿意这个宣讲，就是所以一般世间呢，就是也有这样的一种缘起就是有这种缘起，因此。我们就是在以后不管是在哪一个地方，就是自己觉得是具有这个发相的一些善知识，就是不转法轮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这个祈请，就是这很重要的。堪布根或者在讲义里面也讲了，就是如果具有一些高僧大德，在他们面前呢，就是祈求转法轮，祈求转法轮呢，那自己生生世世会遇到这个真法的这个光明，就是不会呢，就生生世世当中不会堕入邪见的这个黑暗当中去，所以。有非常大的这个功德，因此呢，就是我们包括一些这个老的一些善知识面前呢，我觉得是转法轮很重要的。原来我们寺院有大概是要接近80岁的一个老堪布，就是让当时我们就是请求，就是让他这个传一部法。后来呢，他传法的过程当中，还是这个大家都升起极大的信心。他虽然是已经接近80岁的人，但是里面的教证逆证以前上师的窍诀全部都
记得清清楚楚的。后来我们有些人呢，就是问这个，那么上师你让人家降得那么好，你为什么是每天都是不给这个别人传法了呢？他说没有人叫我降啊，我也不好意思，没有人叫我降法，所以没办法有时候我们也感觉到非常可惜啊，就是现在众生是那么缺乏，但是有些善知识呢，真的让他就是住在那里，就是一直是不请求转法轮，就是有时候非常这个可惜。所以呢，以后自己有能力啊，就给别人这个转法轮的话呢，就是自己应该可以传述。听说我们有一个导游啊，就是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呢，首先打电话，我要不要给你们讲一个佛子心呢？让别人说什么是佛子心呢？倒是你们听了再知道，我要不要给你们讲一下？别人也可能没有接触还是什么样的，不太清楚，有这种说法。那么以后呢，你们也是说我要不要给你传法？我要不要给你传法？如果这样去的话，可能谁都不愿意听啊。就是说我不给传，我虽然有很多的教言，但是我不愿意传。那么很多人呢，就是拉着他的一定要给我宣讲啊，你的窍诀非常殊胜啊。不管怎么样，我们以后就是在一些具有法相的善知识面前，应该祈祷转法轮，就是这是第6个问题。那么第7个问题呢，就是讲这个其情不涅槃，如佛欲涅槃，何长殊其情？诸实无量劫摩临世间迷。他这里呢，就是说，如果这个佛陀实现涅槃呢，就是看见一些众生的福报已经这个尽了，那个时候呢，就是佛陀这个现世涅槃。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在生前的话呢，就是合掌恭敬的祈请，就是祈请，让这个佛陀千万不要涅槃，就是一定要长久住世，并且呢，就不要舍弃世间当中的有无数的可怜的这些迷乱众生，一定要救度他们，一定要度化他们，应该这样这个想。以前从佛教历史上讲，也是佛陀这个现世涅槃的时候，当时呢就是衬托这个优婆塞在佛陀面前进行祈祷以后，后来有些历史上说是这个3个月当中是没有现世圆寂，有些4个月当中没有这个现世圆寂。后来有些高僧大德的传记当中也是可以看得出来，包括我们上师如意宝以前也是讲过吧，就是大概他老人家是这个67岁吧，67岁的时候呢，都这样说的。我的书名呢，本来呢，按以前的一些扶桑大师的收集的话呢，就是基本上66岁或者7岁的时候，跟本峰仁波切同岁，那个时候呢，应该实现圆寂。但是呢，就很多这个僧众呢再三祈请，就是所以我依靠我的这种幻化禅住在人间。后来呢，就是很多年当中没有实现圆寂，是依靠大家的这个祈祷就是有很大的这个必要。所以呢，我们就是看见一些这个善知识呢，就是趋入涅槃或者是要接近这个涅槃的时候呢，在他面前就是实现一定要就祈求这个长久住世。但有时候呢也没有必要，就是有些上师稍微这个身体不好，稍微有点感冒了、头痛了，然后呢就是一群弟子马上拉着什么长寿佛长寿经上师你不要死你不要死这样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就是不管是一个上师有点感冒、一点不舒服的话呢，不一定马上要真的死了。就是说有时候呢，就是有些这个气气呢，就是有些气气呢，应该掌握分寸，就是。好，今天讲到这里吧。ahum banzarangara padma sadardo ahum banzarangara padma sadardo ahum banzarangara padma sadardo